自7月底，印度军方接收5架阵风战机之后，印度全国就把阵风给封了神。不是什么吊打5大机，就是1架顶100架的豪言壮语。不知道的还以为是歼星舰呢，而也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印度人吹完阵风开始吹战车了。据印度防务新闻网站的消息，印度军方正在着手在拉达克边境对峙地区附近部署大批量的 BMP-2 步兵战车、T90、T72 主战坦克。也不知道印度媒体哪里来的结论，就高调鼓吹这批装备，认为这些战车能够在海拔4800米到5400米的地区照常使用，而且无视零下40度的严寒，这是个巨大优势。有意思的是，该媒体还夸下海口，认为印度是目前全球唯一的拥有一支能够在如此恶劣的高原环境中拥有作战能力的机械化部队。印度的坦克部队已准备好在高原作战。颇为讽刺的是，印度媒体把这个牛吹上天，但在报道这批战车和坦克的使用情况时却露了馅。该报道指出，因为道路问题和后勤运输能力不足，导致想要将这些巨大的武器装备送到拉达克这样的高海拔地区十分困难。因此，在有限的数量下，印度前线士兵开始对这些46吨的大家伙进行训练，让前线士兵熟悉坦克在高原地区的操作。这个槽点就有点多了。且不说前面印度媒体吹的这个全球唯一的牛到底有多大，光是报道中露馅的熟悉操作就有点尴尬。印度常驻在拉达克前线的也就是第14集团军，旗下装甲单位也就只有零星的一些 T72。现在临时抱佛脚，让从没有上过高原地区的士兵就着少量的装甲单位从零开始熟悉，这怎么看都不像是能有战斗力的表现。这和印度媒体前面吹的准备好作战可就相去甚远了。光是把这些装甲单位运到前线地区，印媒就能吹到全球第一，德行可见一斑。实际上，在今年6月双方对峙爆发伊始，互联网上就有针对印度手里的 T72 和 T90 进行分析，结论一致指向俄制的这些装甲单位虽然能上高原，但是高原环境下的低含氧量却极大地限制了发动机的功效，这让整个坦克的机动性十不存一。哪怕强行驱动，也会严重伤害自身技能和使用寿命。将这种装备强行搬上前线，真动起手来，也不过是一台铁制的炮塔而已。遇上无人机、反坦克导弹，就毫无还手之力。而我国的150轻坦则要好得多。一方面是因为针对高原特殊环境特意准备的1000马力发动机，让它能够在高原机动性上秒杀当前各类坦克；另一方面又因为加装的105毫米的膛线炮，配上30毫米的榴弹发射器和机枪，这也就意味着能打赢15式的对手上不来，上得来的对手打不赢15式。